好，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旗舰机啊，而且是机皇级的产品啊。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为大家首发带来三星刚刚发布的 S22全系的产品啊。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呢是北京时间的大晚上了，所以这个现场的灯光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啊。每次录三星，我们都是在一个神秘会议室，这次我们又到了一个神秘会议室。不关真体验，三星 S22系列，咱们马上开始。这期是我们的一个前期体验啊，后续它的所有的数据还有实拍，各种细节吧，我们会陆续跟大家分享。在横屏之中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展开。这次一共是3台机器，我们就从小到大一个一个来。首先是我个人在手感层面最喜欢的 S22，也就是最小号的这个小杯。它这次呢并没有采用这个弧面的玻璃啊，这个 S22和这个 S22 Plus 呢全部都采用的是直屏。这个 S22不光是做到了4边等宽，而且它这4边都非常的窄。我相信不管是谁，这台手机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边框真的太窄了。这个 2.5D 的效果其实也特别小，所以划过边缘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金属中框稍微有一点硌手的感觉。这个 S22呢，它是3700毫安时的电池，167克，而且之前是吧，不知道搞什么原因啊，三星在旗舰机里边经常弄一些塑料啊，这次全系都没有塑料了，这个金属的中框，然后玻璃的背板，我手里这个是白色的版本啊。后背的 ID 方面其实跟上一代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也算是 ID 设计上的一个小遗憾吧，就并没有做什么改变啊，感觉拿着跟上一代差不太多，也是这种柳叶型的设计，然后它并没有和它的中框连接在一起，其实它是一个分体的，也是3颗主摄，然后镜头方面参数给大家打出来，它的主摄是这个5000万像素的一个镜头啊，整个的这个机器呢，这次我觉得相对于上一代呢，变得更加的方正了一些啊。从正面到侧边、前后面，它并没有做一点的弧度，只不过是在中框这个边缘的部分做了一些圆弧的处理。你拿在手里边的第一感觉就是，哎，它相对于上一代变方正了。如果你之前用的是S21系列的这个手机的话，其实这一代的绿色呢，照它的上一代呢，我觉得是稍微的加深了一点，在这个屋子的灯光映衬下，它有一点蓝绿色的那个感觉，后面也是这种磨砂的处理啊，这个白色也是这种磨砂玻璃的这个处理，因为它这次并没有做那种向前的弧面的那个处理，在后背的这个两边的部分，所以你会感觉拿在手里的时候，哎，是不是稍微厚一些，而且比较有棱角，比较方正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就是 S22 Plus 它的大杯了啊，这2台呢跟上一代在后背的 ID 上呢也几乎是一样的啊。我把上一代这个 Ultra 给大家拿过来啊，你看，虽然说它这个模组是比较大的，但是它也是一个柳叶的这个形状。这个粉色的版本，这饱和度做的非常低，大家可以把猛男色打在公屏上。整个的这个 ID 风格方面呢，也是放大版的 S22。为什么刚才我说喜欢 S22，就是这种比较方正的设计。如果把它放在6.1寸的尺寸上，你会觉得，哎，这手机挺小巧的，挺精致的，是吧？这种棱角分明的感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6.6寸的那个手机上啊，你就感觉就跟 iPhone 的那个没啥太大差别了，就是比较硌手。这是我拿上 S22 Plus 之后的第一感觉，因为即便到这么大的尺寸，它也并没有做曲面的处理，前后还是全部削平了的啊。但比较可贵的是，即便到了6.6寸啊，这个 1080p 的屏幕啊，对，这个 Plus 它也是 1080p 的啊，是没上 2K 的，但是都是120赫兹的啊。它的这个正面的边框控制的是一样优秀啊，一模一样的，尺寸都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正面颜值在今年应该都是名列前茅的啊。我觉得确实在这一点上是值得国产手机堆叠设计啊来进行学习的。这电池方面是4500毫安时的电池，这就升到了一个比较主流的这个水平了。充电方面也升到了45瓦，它们的自适应刷新率呢，这个屏幕都是10至120赫兹的自适应刷新率，那个 Ultra 是1到120赫兹自适应的刷新率。这2台手机呢，在屏幕的亮度上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小的呢，峰值亮度是1300，然后
这个 Plus 跟 Ultra 它的峰值亮度呢可以达到1750尼特啊。3台手机在细节部分有些地方一样，有些地方不一样，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啊给看好了啊。然后在影像方面呢，这3颗镜头和 S22它们2个啊这个是一样的了，主摄都是5000万，然后1200万的广角，还有一个1000万的3倍的长焦镜头。OK， 下面就到了本期的主角了啊，都说上一代的Note 20 Ultra 是最后一代 Note 了，合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啊，这个叫 S22 Ultra 啊，你觉得这个是 S 系列还是 Note 系列？而且它底下还有笔啊，这个可以说是 Note 系和 S 系的一个合体作品啊。前辈我也都带来了，它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我差点念错了啊。S22 Ultra 这支笔呢，要特别讲一下，它的功能跟前代之前是一样的。这次最大的一个改进就是延迟变低了，2.8毫秒啊，上一代是9毫秒，真的非常的跟手，哇，再加上这种嘶嘶的声音，特别有在纸上写字的那种感觉。如果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把一个手机命名为 Note， 那不对，现在 Note 已经没有了 ，S22 Ultra 啊，我又说错话了 ，sorry。我觉得你一上手一滑一写，就可以跟你的那些平板电脑包括 iPad 那系列的平板电脑啊，就有明显的这个区别，确实延迟非常的低。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曲面屏了，虽然说它4边控制的也都非常好了，但是它并没有像 S22 Plus 和 S22 那样做成4边等宽的，它这个下巴稍微宽那么一丢丢一点点啊。我觉得这手机已经到了6.8寸，如果它要是再做成这种前后直屏的这种设计，那手感完全就崩掉了啊！确实肯定会非常差。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它选择使用类似于 Note 这种 ID 设计的一个原因。这块屏幕跟前2个就不一样了。首先刚才说了，这个1到120赫兹，然后亮度方面也达到了1750尼特，然后它是2K 的屏幕，所以它电池也来到了5000毫安时，重量也是随之飙升的，来到了228克。对，没贴膜也没带套接近230克了。这手机一个4摄的设计但是你看着它好像是5摄它其实最上面的这是一个传感器，它的主镜是1像素的，然后1200万的广角，然后1000万的长焦，然后第4个就是它多加入了一个1000万的一个潜望镜头，也可以实现100倍的那个变焦这个是它每一代都有的一个保留曲目由于比较晚了，我们在室内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是10倍的每年的保留曲目，有30倍。你看这时候预览框就出来了，我们再点到100倍，好，我们还对着这个字这个时候手都已经非常抖了，然后我们拍照，哎呦，这个是刚才拍的100倍的，好，给推回来，大家可以看。然后就是去年很多屏幕指纹的这个手机做的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指纹位置，这是 Ultra 的它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这是最小号的 S22它这个指纹位置也没有靠下。然后在充电方面呢，虽然说它到了5000毫安时，但是它和 Plus 一样，也都是45瓦的这个充电。这3款机器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最小号的当然它的这个电池比较小，这个3700毫安时的电池。如果你要是想买大旗舰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一步到位上到这个机皇的位置。虽然国产机在很多地方确实做的是非常不错的，甚至有比他们好很多的这个地方，但是在影像方面，无论是拍照还是在录像方面，三星确实一直还是在机皇的位置上做的是比较稳的这个前面我们也出过非常详细的测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处理器当然他们全系都是这个8Gen 1全系都是骁龙8的。如果你各方面都比较中庸，这个需求点呢都不是特别过，但是呢都不想放得太下，那么就会选择 S22 Plus。在价格方面呢，现在我还不知道，但是应该还是从5000然后覆盖到8000元左右的这个单位段。大家可以告诉我先行者目前是多少钱吗？ Note 并没有离我们而去是完美的给它融合到了 S 系列里边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之前呢三星都是非常坚定的走双旗舰的路线，而且
大家仔细想一下啊，如果你是早期基友的话，仔细回想一下啊，双旗舰的这个策略其实也是三星最早开始走的。但是现在呢，三星开始整合自己的这个资源了。当然，可能从它的品牌出发，可能是从它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出发，整合到一条产品线里面了。这个是在产品迭代策略上的一个非常大的更新啊，不知道会不会对整个市场产生什么影响。后续呢，他们的数据还有就是各个环节的这个实测，我们陆续都会跟大家聊。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给大家拜个晚年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虎虎生威。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啊，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精彩，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啊，我们下个星期再见。非常快，这个月非常多啊，记得3连，拜拜。